美股又遭抛售潮。1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如果欧洲不配合美国收购格陵兰岛的计划，他可能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隔天，川普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布了个人黑白照片，并自称是关税之王。川普认为 Tariff King 干得很棒，他强调自己作为国家总统，把关税作为政策和谈判工具，非常的有效果。在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前，川普动作不断，他向英国施压，反对 UK 把迪戈加西亚岛的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他还试图逼迫法国参与他提出的和平委员会计划。消息一出，金融市场剧烈震荡。1月20日，美国市场遭遇了罕见的三杀奇观，美股、美债、美元同步崩跌，热钱正在加速逃离美国，黄金再度创历史新高。这是全球资本对美国财政信用与地缘霸权的一次集体用脚投票。虽然丹麦和欧盟在军事上对美国毫无抵抗能力，但是在金融层面，他们手上有川普和白宫必须重视的底牌，那就是他们持有的天量美债资产。路透社报道，丹麦养老基金 Academic Pension 计划在1月底抛售其持有的价值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将原因归结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信用风险的担忧。虽然丹麦基金强调这是出于财务考虑而非政治对抗，但是格陵兰岛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更容易地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决定。那么，川普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格陵兰岛的奇袭呢？直接原因就是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在加拉加斯成功逮捕总统马杜罗，并将其迅速转移到美国送审。那这次政治冒险激发了特朗普更大的野心，让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想要故技重施，极限施压丹麦和欧盟，看看能不能捞一把大的。特朗普认为，既然美国能在短短几小时之内跨境抓捕委内瑞拉的元首，而且全球并无实质性的军事反制，这证明了美国力量及正义。他开始公开宣称，格陵兰岛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不仅在地理上紧邻北美，更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北极航道的主权。他在白宫的内部会议中直言：“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岛，这没有回头路。”查理在1月9日的节目中就有详细介绍格陵兰岛的背景，它是控制北冰洋与北大西洋航道的天然堡垒，谁拥有格陵兰岛，谁就遏制住了俄罗斯北方舰队进入大西洋的咽喉。格陵兰岛上蕴藏着世界级的稀土和关键矿产，这些都是电动汽车和高端军工的必备材料。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盖融化正在让原本沉睡的油气资源和北极航道变得触手可及。在特朗普眼中，这是一个价值7000亿美元的历史性的抄底机会。然而，面对黑色星期二美股市场的全线溃败，华盛顿试图挽回劣势，但他们的言论在巨大的地缘政治冲突面前显得有点苍白无力。面对丹麦养老基金带头的抛售潮，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压力下公开发声，他极力否认欧洲抛售美债的必然性，称这种行为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错误叙事。贝森特强调美国资产的安全性，并对于市场的恐慌表示强烈的不同意。然而，贝森特的安抚并没有挡住资金的外流。市场认为，当美国总统正在以关税和领土为筹码威胁欧洲盟友时，财长的逻辑已经完全无法覆盖白宫的政治冒险。与此同时，川普的意志并未因为市场的三杀而退缩。他将格陵兰岛描述为未来美国霸权的金色穹顶，既是防御北极地缘威胁的盾牌，也是攫取未来清洁能源财富的聚宝盆。金色穹顶并非简单的基建项目，它是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最野心勃勃也最具争议的全球战略防御蓝图。这是一个耗资约1750亿美元的多层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它的灵感来源于以色列的铁穹，但在规模和技术上呈指数级跃升。美国国防部计划部署成百上千颗配备先进传感器的卫星，甚至包含天基拦截武器。
他试图在导弹刚刚升空的助推阶段就将其摧毁，而非等到它们进入大气层。特朗普将格陵兰岛视为金色穹顶的物理支点，在1月14日的表态中，他明确称格陵兰岛对该系统至关重要。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丹麦作为北约的核心成员，格陵兰岛早已有美国的驻军，华盛顿在军事上早已深度渗透，完全没必要通过吞并来完成它的国防部署。那现在的条约框架已经足够支撑所谓的金色穹顶建设。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明面上的伪光正的国家安全说辞，那么你就已经被特朗普和白宫严重的误导了。实际情况是，川普和共和党的民调已经跌至冰点，大幅落后于民主党。2026年中期选举已经近在咫尺。如果按照现在的势头，共和党必败，而一旦失去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将彻底沦为跛脚鸭总统。不仅他的所有议程将被锁死，更致命的是，反对派已经在紧盯着他在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中的法律漏洞，总统被弹劾的风险正如影随形。特朗普之所以在格陵兰岛问题上表现得像个疯子，正是因为他急需一场比马杜罗行动更宏大的美国版爱国主义大戏。他想利用关税战和领土扩张引发美国的民族情绪，进而掩盖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和支持率流失的窘境。各位设想一下，如果他能成为买下格陵兰岛的美国总统，这种历史地位将成为川普对抗弹劾的最强政治盾牌。然而，华尔街的精英们并不傻，他们看穿了总统的这套把戏。1月20日的股债汇三杀，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在赌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即将终结。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因为这种极限冒险而引发宪法危机或者美国大规模的骚乱，那美国资产的溢价将彻底清零。投资者会发现，美元和美债正在被一个为了选票不惜与全世界开战的准跛脚鸭总统当作赌注。好，聊完了美国政治，我们回到本期的主题：川普是否又会通过美欧的贸易战给大家砸出了第二个黄金坑？可以看到，美股的头部巨头股票，除了医药板块的礼来、能源板块的埃克森美孚，其他所有龙头股都大幅下跌，甚至包括了股神巴菲特的波克夏哈撒韦，作为防御型美股标的，居然也有1.8%的单日跌幅。今天跌得最惨的3只股票分别是英伟达、博通、甲骨文，跌幅都在3%以上。在2025年涨幅最高、最拥挤的 AI 交易，正在面临地缘政治冲突的强烈反转。查理认为，美股的回调已经开始，我们很可能在接下来几周内看到标普500、纳斯达克100指数进一步的震荡下行，来到近半年内的最低点。而朋友们，这也确实将成为2026年川普为散户朋友砸出的第二个黄金坑。那为什么查理认为美股大盘接下来还有下跌的空间呢？这是因为华尔街机构和美股的散户投资者现在依然重仓持有美股。可以看到，截止到1月下旬，机构和散户的持股比例都维持在92%的高位，而这个持仓比例甚至比2025年2月中旬标普500闪崩20%之前的顶点位置仓位还要重。换句话说，市场的多头仓位已经极度的挤压，而现金仓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根据美国银行最新的基金经理调查，有接近50%的基金经理完全没有做股票的下行保护，这是自201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欧洲领导人正在讨论如何反制川普，一些市场人士甚至认为，只有让股市更加动荡，才能逼迫川普收手。就像去年4月8日美债市场濒临崩溃，川普才被迫叫停了全球宽税战一样。此外，中国的稀土牌也掐住了特朗普的要害，逼得川普停止了对华的高关税，甚至放松了 H200高端芯片对华的出口禁令。总而言之，在这场跨大西洋的巅峰对峙中，形势已经明朗。欧洲只有彻底放弃幻想，强硬到底，甚至祭出抛售美债这一金融核弹武器级别的王炸，才能真正精准打击美国金融的软肋，从而逼迫特朗普在格陵兰岛的政治悬崖边认怂掉头。而丹麦养老基金的离场只是前菜，一旦欧盟成员国达成共识，动用数万亿美债储备作为对冲筹码，那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美债信用将面临雪崩。
而只有让白宫感受到刺骨的金融阵痛，才能遏制这种以强码强卖为名的政治霸凌，从而终结格陵兰岛的荒诞风波。川普最终也只能黔驴技穷。随着民调的持续崩塌，在今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会失去国会的多数席位，而川普将彻底沦为政治示威的跛脚鸭总统。那聊完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20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 C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 IBIT 和 FBTC 上。值得注意的是，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已经非常接近系统给出的买点。喜欢指数投资的朋友们，现在确实可以考虑逢低抄底买入 SPMO 这个优质的投资标的。短期内不保证 SPMO 已经触底，但是从6个月以上的长线角度来考虑，在$117以下买入 SPMO 绝对是非常不错的长期投资选择。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买入的股票，分别是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它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查理在1月20日止盈了大部分波音的股票，锁定了超过25%的短期收益。波音的股价自去年11月下旬以来，已经从低点$179反弹到了现在的$246，在不到2个月内涨幅高达37%。现在波音的价格已经接近过去5年的压力位$250。我们选择在这个时机获利了结 BA 的股票，锁定超额收益，把释放的资金用来逢低抄底微软以及比特币 ETF IBIT。期待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欧就格陵兰岛的争端达成协议， CI 投资组合能够吃这一波科技巨头的反弹行情。此外，查理最近也在持续降低 Meta 和美图秀秀 Meta 的仓位，把获得的资金换仓到微软、亚马逊以及英伟达。我们在牺牲一点点进攻性的同时，通过差异化的持仓，大幅提升 CI 投资组合抵抗波动的防御能力。当然，查理个人还是非常看好 Meta 股票长期表现的，只是现在美欧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可能让欧盟对于 Meta 在欧洲的软件 APP 业务实施更加强力的审查和罚款，这会对短期的企业盈利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而压制 Meta 股票的反弹。查理预计，我们需要至少等到3到4月份，才能看到通讯巨头 Meta 有真正的右侧突破行情。朋友们还需要保持耐心。交易结束之后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3.3%，微软占比19.5%，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5%，亚马逊占比8.2%，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3%，和英伟达占比6.1%。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动态，可以加入先锋会员，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此外，先锋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穆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川普争夺格陵兰岛有什么看法？他能够实现吞并的愿望吗？科技巨头本轮的下跌行情是否为大家带来了抄底的黄金坑？请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我也会为大家带来最及时、最有效的美股投资策略。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